大家好，我是牛奶。接上集讲到，萧炎锤爆了天毒仙龙兽的脑袋，成功得到了魔核以及精血，之后带着叶星兰一同前往了洛神剑北域的一处小山谷。此时，冰河谷的强者已经进入洛神剑，萧炎一行人中目前没人能与斗宗巅峰的强者一战，因此提升实力这件事儿迫在眉睫。好在如今只要小医仙和天火尊者中随便一人能够解决问题，其实力应该都是会暴增。那么即将追赶来的那些冰河谷强者将不再具有致命性。时间紧迫，考虑到小医仙的特殊体质，以前从没有人彻底控制过，谁也不清楚控制后会出现什么情况。众人一致决定，还是先给天火尊者炼制躯体吧。毕竟药老以前是斗尊强者，有了肉体之后，即便不能短时间恢复到巅峰实力，但进入斗尊应该不难。说干就干，萧炎立马开始着手准备炼制阴阳命魂丹。虽说阴阳命魂丹是7品中级的丹药，但炼制起来并非十分困难。再加上萧炎先前炼制火符丹的经验，这次炼制进行得十分顺利，不过7天就成功凝丹了，而且还成功引来了丹雷。可就在萧炎兴冲冲地召唤出地妖魁，准备给他强化的时候，丹雷突然就散了。目瞪口呆地看着天上残余的乌云，萧炎郁闷极了。想来或许是丹气还并不足以引发丹雷，而毒气又遮盖了一部分丹气，令得丹雷找寻不到目标。不过也好，也不用再麻烦换地方了。将阴阳命魂丹收好，又平复好心情后，萧炎取出了云岚宗宗主云山的尸体。这具肉身本来是为药老准备的，但如今萧炎准备找一具更好的给药老，云山这具就先拿来试试手。琉璃离心火将尸身彻底包裹后，萧炎向天火尊者借了一丝灵魂之力，又命天火尊者服下阴阳命魂丹之后，萧炎才开始了正式炼制。约莫半小时后，云山那紧闭的双眼猛地睁开，同一时间，萧炎沉声喝道：“药老先生，进！”一旁早就待命的天火尊者听到这话，兴奋的一头就扑向了那全身缭绕着红色光芒的尸身。天火尊者的灵魂与尸体融合得很顺利，但这还没有结束，他必须顶住异火的焚烧，并且逐渐取得身体的控制权，方才能够算作真正的浴火重生。否则，不仅这具肉身会报废，天火尊者的灵魂也会受到致命性打击。异火的断烧异常痛苦，药老足足坚持了3天时间。可在第4日清晨，顺着天毒仙龙兽魔核味道寻来的冰河谷众人已经抵达了萧炎他们所在的山谷谷口。冰河谷的人来了。缓缓自地面站起身来，小医仙淡淡的道。下一秒，一道拄着蛇拐的佝偻身影就出现在了小医仙与新兰的视线范围内。你便是恶男毒女吧？那老者道。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道道白色身影整齐地落在其身后。果然是斗宗巅峰的强者，冰河谷还真是舍得。小医仙讽刺道。手拄蛇拐的老者闻言微微一笑，表示为了恶难毒女，自己出手倒也不算太过。而且按照冰河谷的规矩，杀谷中长老者必要将之生擒回去，处以极刑。他是冰河谷的天蛇长老？小医仙身后的新兰惊呼道。小医仙是听过天蛇长老的，传闻这个老家伙不仅实力强横，还已经将冰河谷的冰尊境修炼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寻常的斗宗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此人十分狠辣，每次出手都不留活口，仗着冰尊境霸道异常，十分喜欢将对手冻成冰雕。怎就只有你2人？我记得似乎还有一位青年以及一道实力不错的灵魂体吧，让他2人也出来吧。今日老夫不会放过一个人，不然不好跟谷主交代。天蛇长老笑得十分淡然，就怕你没那本事。小医仙轻喝道，旋即偏过头吩咐叶新兰回谷中照看萧炎他们。新兰知道自己留下来也是个累赘，走得毫不犹豫。天蛇见此情况也不在意，反正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天蛇身旁3名白衣老者主动请缨，想要拿下小医仙，天蛇却是坚持自己出手，只因早年他曾惨败于另一名恶难毒体之手。得到命令，他手下的3名领头犬就带着其他人守住谷口。天蛇长老缓步踏上半空，与小医仙对峙。小医仙想尽可能的拖延时间，可他脚下刚移动了一下，地妖魁就像是接收到了攻击指令一般，直直朝着那天蛇暴掠而去。小医仙见状，急忙跟上，凝出2条灰紫色斗气巨蟒，就对着那天蛇长老咬了过去。天蛇长老见状，仅仅是手掌一握，就凝聚出空间壁，将地妖魁狠狠地反弹了回去。旋即手掌对着小医仙所在方向猛地一抓，一只丈许庞大的寒气巨掌便是爆射而出，一把抓住了2条灰紫色斗气巨蟒，生生将其捏爆。再一挥手，天蛇长老控制着巨掌，猛地朝着小医仙拍去。感受到体内斗气旋转，陡然变得阻塞，小医仙脸上一片凝重。好强的冰尊境！
灰紫色斗气暴涌而出，小医仙全力防御，可仅仅只支撑了片刻，便是被彻底摧毁。被庞大的劲力轰中身体，小医仙当即就吐血倒飞了出去，直至撞击在山壁之上。一掌击溃小医仙，天蛇长老正想乘胜追击，地妖魁却是悍不畏死的再度暴掠而来。雪白色的寒冰拳套迅速在天蛇手臂之上凝聚，眨眼间就与地妖魁轰击在了一起。之后，天蛇长老的手臂突然诡异蠕动了起来，旋即猛地一震，竟然将地妖魁击出的力量全部返回。只听砰的一声，地妖魁的胸膛处就多了一个半指深的拳印。若非他本身就没有半点生机与痛觉，恐怕光是这一拳，他便是得葬身在天蛇的手中。小医仙见情况危急，决心再度解开恶难毒体的封印，只为多替萧炎拖延一点时间。一道轻笑声却是突然缓缓自山谷内传出，是萧炎他们成功了。从山谷内走出来的萧炎看到小医仙嘴角依稀残留的血迹，笑意不减，只不过这笑容中却是满噙着杀气与寒意。上前抓住小医仙的玉手，萧炎仔细探查一番后，方才略微放心。偏过头，萧炎望向天蛇道：“这位长老下手还真是不轻啊。”天蛇理都不理萧炎，目光紧盯着天火尊者，心中念头急转，此人便是当日的灵魂体，怎么突然变得如此之强？注明灵魂完美的融入新躯体会导致躯体的容貌随之改变，因此新生的天火尊者就是他原本的样貌。面对自己无法战胜的强者，天蛇长老慌了，连忙搬出冰河谷谷主的名头，试图让天火尊者给个面子。没想到天火尊者一句跟你家谷主不熟就打发了。知晓恶战在所难免，天蛇决定率冰河谷众人结乾隆玄冥阵，血祭昭明龙。随着冰河谷众人的手印飞速变换，一条足有100丈庞大的寒冰巨龙缓缓出现在天空之上。与此同时，那天蛇以及所有的冰河谷之人都是在这一霎变得干枯了许多，活像是被妖精吸了寿命和精血的样子。寒冰巨龙的攻击力爆表，可惜与之前小医仙的情况一样，就算他们人多，还有结阵的底牌，实力的差距就是那么现实。天火尊者仅仅是一招空间绞杀，那威风神气的巨龙就只剩一颗脑袋了。又受了一个脑瓜崩后，脑袋也不剩了。震破，天蛇等人同时受到反噬，一口鲜血顿时喷吐了出来。天蛇被震退好几十步，方才稳住身形。那3名白衣老者更是用尽了力气，强撑着才没让自己倒下。一众冰河谷精锐弟子就更惨了，无一存活。天蛇见情况不妙，当机立断轰破虚空，拎着3名白衣长老就想跑。天火尊者立马出手，想毁了那空间通道。没想到天蛇见空间通道出现崩溃，马上就将手里的3人炸成了烟花，将天火尊者那股干扰的无形之力震得崩溃的同时，自己借助反向的气浪，一头钻进了空间通道。在天蛇身形消失间，其怨毒森然的声音也缓缓响起：“山不转水转，今日之事绝对不算完，你们就等着我冰河谷的追杀吧。”谁都没想到，这个老不休为了逃生，居然舍得将3名斗宗长老当作炮灰。见天火尊者的脸色有些难看，萧炎立马打圆场表示，只要能将这老家伙吓退便可。毕竟现在还不能与冰河谷硬碰，目前要紧的是帮助小医仙彻底控制恶难毒体，到时候己方就有2名斗尊了。冰河谷就是真想要动手，也得认真掂量一二。闻言，天火尊者微微点头，之后冲着萧炎笑道：“想要去哪里，便全听你的。你算是给了老夫第2次的复活机会，这份恩情，老头子我会还你。”萧炎笑了笑，没有接着说，而是转移话题道：“现在得找一至阳至烈的地方解决小医仙的问题。”刚从谷里出来的新兰闻言，立马表示他知道一处地方，叶家禁地有一阳火古潭，白日间天上的阳光便是会在那里汇聚，地眼处偶尔会有一些地心火苗飘出，而在这些地心火苗与那汇聚的阳光相接触时，便是会化为一种火焰，叶家称之为阳火。萧炎一听是在叶家还是在禁地，顿时就皱起了眉头。毕竟他与叶家那些人第1次见面闹得很不愉快。新兰知道萧炎对叶家没有太多好感，立马表示上次是意外，他保证这次去并不会再有丝毫得罪。萧炎迟疑了一会儿后，轻轻点头道：“希望能如你所说，如果能够解决小医仙的恶难毒体，你叶家的难题看在你的份上，我也会尽量帮忙。”新兰一听高兴坏了，立马就领着众人前往了叶家。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呢看到这里了，给牛仔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仔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